这次我们的轮轮呢也凉了啊，没想到，我真的是没想到会拿这个不算太顶流的这么一个小生来开刀。这次，毕竟邓伦和上一次，也就是大概去年的12月份的薇娅，还不能算是同一个数量级的吧。毕竟一个是罚了1个亿，一个是罚了10个多亿，不在一个等级上。不过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们的罪名都是同样一个，就是所谓的虚构一个业务来将个人的收入转换为企业的收入，然后呢来进行所谓的虚假的申报，然后呢之后就肯定是发现了所谓的偷税漏税、少交税啊、罚款之类的，还有那个什么滞纳金啊，乌七八糟的一些罪名就来了，一共罚了1个多亿。反正这个口袋罪呢，谁都可以往里面装，明星啊、网红啊，统统的一网打尽。所以你可以看到，公众人物越来越没有声音，越来越低调。不管是现在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局势，不管你是支持谁，你有没有看到有几个明星出来说话的？或者是前一段时间的那个铁链女，有明星站出来发声吗？没有，都不敢说，都被管得死死的，生怕这个祸从口出。这些明星外面其实你看的都是光鲜亮丽，其实他们都是在刀口舔血，天天都走着钢丝。所以我觉得像邓伦这次，我觉得应该是得罪了谁，直接就被装进了这个偷税漏税的这个口袋里面。我呢，好歹呢也在澳洲学过几年的会计，以前也做过一个小出纳，还算懂得一些税务上的一些知识。虽然我现在没有做这一行，但是基本的理论还是大概是通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期就来巴拉巴拉这个明星网红在中国在国内偷税漏税的这个话题，看看这些明星网红偷税漏税在背后是谁的责任，是谁的问题。如果你看完还认同，也请点赞订阅吧。我们简单点讲吧，个人所得税呢又叫个税，或者就是你劳动报酬所要交的税务。那么像这些明星啊，或者是像薇娅这种网红，肯定收入肯定是过千万这个级别了。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没记错的话，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最高等级的税率45%来交税，那已经很高了吧？就意味着几乎说你拿1块钱有一半都几乎要交出去。那为了避免这么高的这个税率，所以这些明星网红就会设立自己的工作室。好听一点的工作室，实际上就是自己开公司，或者是自己个体户，或者是企业等等这种形式吧，反正就是做生意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收入放到企业当中去，变成企业的一种营收，而不是个人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行为。我们先强调一点呢，这一点是完全合法的，全世界都是一样。一个人做红了、做大了，当然需要更多人的帮助，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是很正常的流程。然后呢，通过企业经营所得再来报税。那么通常这个时候，中国报税就是按照所得税的5%到35%的这个税率。你看这个差别就非常非常大了吧？刚才是45%，差别在哪儿呢？如果你是个人所得税，那笼统的说，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大概就是你的工资吧。你收到多少钱，你就按你收到这个钱来计税，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减免的地方，或者说减免税务的这个途径方式是很少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你是以你的企业来交税的话，那你所交的税是企业的利润，也就是你赚的钱，你的企业的收入再减掉你企业的支出，是要扣除你的一些花费和成本的。这些成本费用呢，那就有很多很多项目了，你就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把它加进去了。然后减完了之后呢，再按照这个利润来交5%到35%不同的这个税率的所得税。这中间呢，其实就赚了2道弯。第一就是比45%的税率低得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又能减去我的一些费用，减完了之后我再来交税。刚才我说了，中国有些地方有一些税务优惠，甚至只达到了5%，只用交5%的税。那很多人就跑到那种地方去开公司，比如说什么鄂尔果斯啊，还有什么三亚之类的，好像是吧，我没有具体查过，反正5%这个税率是肯定存在的。跑到那边注册公司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所有的收入转到那家公司去，按照5%的税率来交税。一个5%，一个45%，中间的差距就有这么大。就算是正常的35%，那也有10%的差距，对不对？那都是钱呢，好多好多钱呢，对于他们来说。邓伦这次就是栽在这个上面，但我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最直接的，这个公司的收入是个人收入还是公司的收入，是谁来定？谁有这个权利？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税务局。税务局的权利就是认定你的收入的来源。我查了一下，在2018年，税务总局就出了一个通知，就是说网红也好，明星也好，你们不能够用这个企业纳税，只能按照你们个人的收入来纳税，跟刚才邓伦的那个罪名相挂钩了。也就是说，在2018年以前是允许这么做的。邓伦的税务有问题的时间段也是2019年开始的，你们到时候可以在网上查一下。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那为什么在2019年之后，凭什么就不能搞了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说法？经过大家讨论了吗？大家都不知道。所以 anyway， 那要是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基本上税务局只要一说查税，全部都是天价的罚款。所以邓伦并不是一个个案，他只是一个被抓出来示众的一个典型。
因为我敢说，任何一个明星，他们现在都在违法。因为税务局它可以认定你这是你的个人所得税，那也就是45%的税率。那如果你原来是按企业交税的，收入不是你个人的，那你就是隐匿了，你自己隐匿了。咱们老百姓呢，可能一看啊，明星挣了这么多啊，你应该多交一点，好像是在替咱们出了一口气一样。难道你们就不管后面的一些正确的这个逻辑了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觉得他钱多不管合不合规矩，你都想让他把它吐出来。那么总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也有一天可能会变大，你也可能有一天会挣到很多的钱。那你也想跟他们一样吗？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一样也没有人为你出来发声，甚至是拍手叫好，你觉得这样对你自己公平吗？所以本来纳税就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和甚至说一个课题，不然哪有这么多会计师事务所啊，这么多相关的人员和我们以前学会计的学生，本来这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税务总局应该要给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引，你不能说你说这个收入不能放到相关的企业里面去，就不能放在里面，你背后有什么逻辑，有什么依据，你是要交代清楚的，你的法律的依据是在哪里，你应该1、2、3、4、5、6、7。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成企业纳税，什么情况下不能变成企业纳税？我相信乐伦他们肯定这么高级，这么多钱，肯定是会有专业的会计师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专业人员一定会有一个专业的判断，我相信。何况刚才说了，薇娅前几个月才发生的这个事情，现在的风声应该要说还是很紧的。我不认为他会有这个以身试法的胆量。反正呢，现在他的微博也封了，也不让他说话。我都搞不懂，人家只是偷税漏税确实他是做错了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把他的微博封了呢？有瑕疵的人难道就连用微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关键是大多数人还觉得这样理所应当。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们不扯远了吧。这些明星呢，既然根据公司法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和对方签订了合同，然后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获得了劳动的收入，这些收入当然就应该是企业经营所得，对吧？因为这个过程是公司的名义去签的这个合同。税务局说不对，我认为这是你的个人所得，那我个人又没有和别人签订这个合同，凭什么说这个收入就是我个人的呢？从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公司法、合同法肯定是在税法之上的，因为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因为只有了公司法，有了逻辑法，有了公司，有了合同，才会牵涉到税法，对吧？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合同又没有契约的关系，那哪来的双方付这个钱呢？哪来的没有钱没有付钱的话，怎么会产生出来税呢？所以很明显，合同法的位阶肯定是会比税法的这个位阶是要高的。我相信只要学过一点点法律的人，其实大概都应该会知道。但是很可惜，有良心的律师现在应该要不就在监狱里，要么就早的执照已经都被没收了吧。其实跟税务局这样的跟这种官方机构打官司的这种事情，在澳洲是经常发生的，甚至说你跟警察局打官司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中国就不可能发生，你不可能跟一个税务总局去发生这样的冲突，所以邓伦只能出来道歉。但是背后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猜不到具体是因为什么。反正呢，现在呢就相当于是税务局在里面挖了一个坑，什么网红啊，什么明星啊，全部都在这个坑的里面。他们看谁不顺眼了，想抓谁，他们就可以抓谁，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没有一个明星，没有一个网红能够跑得掉，基本上他们都在违法。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这个规矩是由他们来定的，他们又在执法，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去执这个法，所有的人都在违法，他们只是在选择性的执法而已。再说了，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如果说那些明星的收入都是按他们个人所得的45%的税率来收税的话，那他们成立公司干嘛呢？很正常啊，一个歌手，比如说我以前在一个小酒吧里面唱歌，一天或者是一晚上，我拿了500块钱，唱完歌结完账，老板给钱走人。不管你是坐的100块的出租车来的，还是坐的1块钱的公交车来的，那么咱们都是按这500块的标准来报税。然后呢，之后我红了，我可能需要化妆，我可能需要服装，需要经纪人，需要法律上的顾问，还需要会计，我还需要租办公室，还要放我的音乐器材买一些音乐器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哪怕我所谓的出场费，比如说是50万，那也有好多钱是要付这些相关工作人员的和一些器材的。我甚至说发个红包然后出去什么戏杀青了，我搓一顿呢，也很自然，这些费用都是要花出去的。所以在我报税的时候，很自然我应该把这些花出去的这些钱当做成本把它减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是我的成本你不能说我挣得多，那这些钱就不能去抵税，我就该多交税的，我只是减去我的一些成本而已，不能让我自己掏了腰包，我还要把这部分税钱我再交一遍，那不是交的更多了吗？所以法律需要保护每一个人，不能说只保护你不保护我，只保护所谓不能说贫穷普通的老百姓，而不保护我们，不是我们，不保护那些有钱人嘛。如果按这个逻辑下去的话，那以后谁还需要怎么奋斗呢？那有钱就是有罪了。那我做那么大干嘛呢？我也
不想做那么大，我也不敢做那么大，做大了就全部被干掉了，就被视为仇人了。而且你再想远一点，那这些明星如果不开公司的话，那明星身边的这些人也全部都要失业，对整个行业都是不好的，对整个社会也是不可能是一个正向循环。那你再看看那些资本呢，谁还会和中国的这些艺人合作？已经翻了多少车了？代言的品牌都可能他们以后都不想找中国人了，你信吗？你等着，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国际品牌的代言可能大家都不会去再找中国的代言人，反正中国人啊，怎么讲呢，也有一点崇洋媚外的心理，那就不用本土的代言人了，就用那些国外的也没什么问题啊，免得有被制裁的风险。这个账还是算过来，肯定会很精的。所以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当他面临现在国内的压力、财政压力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拿这些有钱人开刀。也不知道这次邓伦呢碰到了哪一根钉子啊，反正呢，不管怎么说，肯定他是不听话的。你要是真相信这个大数据可以怎么把它查出来的话，反正我是不信的。不然以他的这个咖位，我相信还轮不到他，都在走钢丝啊。OK， 我是老陈，我们下期见，拜拜。生活还在继续 ，Love and Peace。